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墨西哥特别的，很特别的一种移民方式啊。可能这个移民方式呢，可能会消失啊。那么首先呢，我打开这些网站呢，都是从网上收集来的一些材料啊，我已经把它翻译好了。那么这边的话，在墨西哥的特别居留啊，无需收入证明啊。那么此计划，它这个发表是2023年的1月6号发表的啊，这个文章还是很新的。那么此计划在2023年不再是新游客的选择，或将暂停啊，没有说停止啊，有可能暂停啊，但是呢，这个移民方式说实话也有点类似于大赦啊，直到您当地的 INM 啊，这个说实话是移民局的意思啊，移民局办公室发出进一步通知啊，但是呢，目前为止的话，他现在跟我的视频为止的话，他现在还没有通知啊，就是这个目前还是可以的啊。比如说啊，这边的话我们先不说了啊，提高工资这个不说了。本身的话，你正常要去墨西哥的话，那你要获得居留签证的话，还是需要收入证明的啊。一个特殊的计划，给你一个4年的临时居留权啊，而不必证明任何财务状况啊。这是一个游戏规则改变啊，那些谁不符合基于经济解决法案啊，说白了就是说你没钱啊，这个办法可以帮你啊。那么首先的话，它是有2种方式，一种的话是什么？第一种的话是您应该有这个2015年到2022年期间的访问墨西哥的记录啊，这个的话可能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个要求啊。其实我去过墨西哥啊，就在这个期间去过墨西哥啊，这个先不管它了啊。但是现在的话啊，也可以啊，说实话，你只要把那个你的 FMM 啊这个过期就行了。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个入境卡啊。那首先的话，其实入境的话，我也查了这个入境卡啊。这个入境卡的话，你最好是机场入境啊。机场入境的话，它是会发你一个纸质入境卡当然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填表啊，然后如果说你通过其他方式入境的话，哎，那就稍微麻烦点啊。但是最好机场入境啊，否则的话啊，你必须官网上去下载下来，然后再打印出来啊。我看到是这样子的啊，最好是机场入境啊，坐飞机过去啊。那么尽管我们有听说关于不要超过你的 FM 啊，但是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入境卡啊，就是然后你过期了啊，就是你的签证过期了，你逗留了啊，然后呢，你说实话，你就要先违法啊，先那个已经黑掉，把身份黑掉啊，然后其实呢，这个美国签证啊是免签可以去墨西哥的嘛，而且一般来说的话，美国签证去墨西哥的话，他不太会考虑啊你人在墨西哥心在美利坚的情况啊，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啊，然后再往下说啊。您无需证明经济偿付能力啊，说白了就是你不用什么证明自己有没有钱啊，不用考虑这个自己财务状况啊，你可以在墨西哥获得临时居留权啊，你这样看见没有？然后还可以为你的配偶请愿，看见没有？就配偶也可以获得，是吧？当然的话，我觉得家人的话应该也可以获得啊，就是自己的子女啊，直系亲属嘛。那么这里还有什么？就是您不得不支付所有的移民费预付款啊。这个说实话就是移民费跟那个罚款啊。我后面看材料了啊，因为你是通过这个特殊计划获得4年的墨西哥居留权啊，你4年之后是可以获得墨西哥的永久居民权的啊，就是相当于墨西哥绿卡啊，而且应该是就是只要在4年当中的话，你证明自己有的财务状况还是良好的啊。就可以了啊。那么其实这个移民费的话很便宜啊，大概就是4年的话，大概是这个700美元左右啊，很值得，看见没有？在我看来，如果你有资格所以要求你，这也意味着你不需要担心每年续签签证啊。当然的话，如果说你要找个人帮你的话，你这个可能要这个移民调解人的费用啊，这个的话，他强烈建议你这样做啊。主要是我们西班牙语啊，我们不正常上学的话都是用英语嘛，西班牙语的话可能你看不太懂啊，你最好找一个人啊，找一个人帮你填填表格啊之类的啊。那么第5条，你不离开墨西哥申请啊，不需要离开墨西哥申请啊，你不需要离境啊，只要你只能到了那边啊，你这个签证过期了，你就可以申请啊。那么下面的话就没有什么东西啊，就广告了啊。我们看第二个啊，第二个的话，这个网站啊，它这边是说明了一个东西啊，它说明了其实这个是一个计划啊，就是也是15年到20年啊之间啊，这个就是之前的啊，我们往下看啊。他说是的，所以很神奇啊，所以基本上你只是来这里啊，我不知道春假去坎坑，是的，你可以成为一个居民4年啊，他的翻译应该是4年居民，你只需要来这里，你甚至不需要开始在领事馆的文书工作啊，说白就是说你只要人到那边啊，你不需要到领事馆什么搞那种文件啊，什么都不需要啊，你就叫人过去啊，然后签证过期就行了啊，你真的只是来墨西哥啊，然后七七八八的啊，他这边说了啊，你看啊，这个4年。
拿到4年居留证离开啊，然后呢规定不变，你可以在3年零10个月后出现啊，基本上申请永久居留权啊，所以这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啊！你看听起来都不像真的啊，我因为这个其实说实话是大赦啊。那因为很多人在移民表格过期后啊，所以说白了就是 FMN 过期之后留在这里啊，所以说他们说我们爱墨西哥，我们想在这里待很长时间啊。他们制作这个特别节目啊，几乎是因为探视啊。其实呢，所以本质上呢，它是对非法移民的特色啊。那你看这个对话啊，翻译不是很准确，但是我们基本上能读懂啊。那么他这边说的是15年到20年之间啊，来墨西哥的游客啊，都有资格享受这个待遇啊。这真的很神奇啊。我们看下一个啊。我们看这条啊，是2021年发的啊。其实这个项目应该是很早的啊。现在可以通过过期的旅游签证申请在墨西哥的临时居留啊，使过期证件正规化啊。你看过期证件啊，你必须这个 FM 过期嘛，是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新的移民程序啊。这是因为应对许多因大流行而滞留墨西哥的游客啊，说白了就是，因为这个新冠疫情啊，他们就是希望留在这里，然后很多人滞留了嘛啊。那其实墨西哥这个国家还是很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他从疫情开始到结束啊，从来没有过什么入境隔离啊，入境什么核酸啊，从来都没有过，而且没有封城过。好，你看这个通过过期旅游签证啊居留啊，那么它不同于其他的临时居留程序啊。正常来说的话，你必须要返回自己的国家去领事馆申请啊。它这边翻译有点错误啊，它其实应该说明的是，就是你返回国家，返回自己的国家啊，去申请这个居留权啊。它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你申请人必须已经在墨西哥与过期的旅游签证 FM 啊，就是说白了就是你人在墨西哥，加上你有过期的 FM 啊。然后呢，那它大概过程是2到3个月之间啊，它立即赠送4年的临时居留权，4年后你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啊，对吧？因此对于很多符合条件来说，这是获得居留权的大好机会啊。那么好处的话，他这边说了啊，就是你不需要什么东西，墨西哥不需要经济偿付能力证明啊，就是你在临时居住地连续居住4年后就可以申请永久居住啊。如果你有工作机会，你也可以申请临时居留证啊，这个我不知道什么是啊。然后呢，手续经费呢啊，就是没有什么多少钱的，就是1万多比索嘛，大概是到$700左右啊，很便宜啊。那这包括签证过期罚款和移民手续费啊，罚款跟移民手续费在里面的，因为本身你是处于一种逾期的状态，属于违法状态嘛啊。然后就是罚款啊，那么其他的话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啊。我们往下看啊。这个我找到了啊，就是这个的话，它是有很多获得方式啊，它这边一个介绍啊，它是一个移民到墨西哥的一个介绍。然后呢，你看这个第7条啊，上面的话就是那种其他的正规途径啊，第7条也录制啊，您的临时居民签证已经过期啊，如果您的临时居民签证已经过期，您必须重新申请居留啊。如果过期不到60天啊，并且您在墨西哥，你可以申请第1年申请临时居民签证啊，它是这样子的啊，它有1、2、3、4啊，是1年、2年、3年、4年啊。一般来说的话，会给1年啊，但是如果说你可以的话，你就直接申请4年嘛，价格是不一样的啊。如果说你申请1年的话，1年之后也能续期3年啊，这个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还在墨西哥，签证过期60天啊，那你必须要离开该国了啊，就是你必须过期的60天之内，2个月之内申请啊。那么我们看下一条啊。下条这话这样子的啊，这里的话没有什么就是他说的什么，就是墨西哥移民特色计划的最后期限将迫近啊。说实话，这个时间可能会随时暂停啊。那么他这边说的都没有什么用信息啊，就是有一个很有用信息，就是哈利斯科州啊，就是我刚才这个谷歌的地图打开那个谷歌地球就是它这个州这个州我定位的那个州，这个州的话，它在移民代表团处于特权地位可以在这些程序中做出决定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州应该是挺欢迎移民的，而且他说，我国政府认识到外国居民加强了对就是墨西哥经济对墨西哥有好处是吧？正规化就是把那些人过期的逾期正规化了正规化计划目的是帮助而不是惩罚那些渔民许可失效的人说白就是说帮助这些逾期的就是逾期逗留的人不是说惩罚他们那么这个信息这个信息的话，他告诉我们对吧？它是2023年1月份发的我们理解这一特别程序在2023年期间仍然有效直至另行通知特别程序可随时撤销。那么现在没有期限他也没说什么时候但是可能随时撤销然后我们收到的关于移民局
办事处如何处理这一程序请求的报告啊，喜忧参半啊，有些申请正在接受，有些没有啊，这是一个提醒啊，每个移民局都保留了绝对自由裁量权啊，是否接受？他说白就是说，移民局就是有权，哎，我愿意收你就收你，不收你就不收你啊，还是有点风险啊，就是说他们有些人的话，我在网上看的话，他们有些人是搞这种中介啊，中介的话他可能有熟人啊，但是本身的话他其实可以自己办到，但是墨西哥这国家的嘛，怎么说吧，就是说它的在全球的青年指数啊，呃，不算高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青年指数水平啊。包括特别程序提出的任何申请啊，那说白了就是说，移民局官员啊看你顺眼啊就给你批了，不看你不顺眼就可能不批啊。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他就是说，这边移民局啊宣布了一个特殊正规化程序啊，目前持过期游客许可的墨西哥人啊，在墨西哥的人啊都可以使用该程序啊，这样的话他们可以申请到墨西哥的移民局申请居留权，而不必离开墨西哥啊，这个也是重复的话啊。那么转正优惠啊，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过期的访客许可证 FMM 啊，有机会啊要求申请到墨西哥法律的居留权，不用离开墨西哥。那么这里有很重要一点信息啊，比如说 FM 的有效期啊，比如说我们拿美国签证或者日本3年签证去墨西哥啊，一般来说他会给我们批180天时间啊。那么180天的话，你有些人他想通过这个方式获得这个临时居留权嘛他可能会去篡改这个表格是吧？你看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些报道，暗示有些人手动更改表单天数，他就希望改个10天，这样的话我刚过期之后我当天去申请啊。其实这样的话就是说明了，就是你想篡改的这个表单啊，让自己的合法逗留期缩短，然后这样的话让自己逾期然后去申请是吧？这样的话是你看绝对不会手下留情啊，所以说千万不要去篡改啊。说白了就是还是得待180天啊。但是如果说你在机场口岸的时候跟他说一下，我可能待30天啊，可能待60天，这个我觉得应该可以谈妥的啊。那么下面这是多少钱啊？我们说过了啊，免除经济偿付能力，这也说过了啊。如何申请啊？这个的话就是一个申请步骤啊，我后面会开始讲其他的话都没什么优惠期啊，就是有效期，这个是个优惠嘛移民局没有说明这一特别程序的结束日期，可随时更改或撤回啊，恕不另行通知啊。如果您目前在墨西哥并符合上述标准，并且您希望通过合法居留申请在墨西哥停留更长时间，最好提出申请啊，在您最方便的时候啊。说白了就是要申请就抓紧申请了啊，没有错过这个机会就可能没有了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这是一个故事啊，人家写了个故事，就是说他这个人呢，就是他以为谣言啊，你看他以为谣言啊，突然间墨西哥变得很容易获得临时居留权啊。但是您可以申请的情况是独特的，我想调查这个谣言啊。然后他找到这个移民公司啊，移民律师问他之后呢，那个律师告诉他呢，他说律师向他保证啊，这是一个一直在帮助许多人获得墨西哥临时居留权的计划啊，他很高兴的陪我走过这个过程他重要标准是什么？第一个您人在墨西哥加过期的 FM， 这意味着您是违法的啊。那么您过期的FM 必须在2020年的1月1日签发这个的话是之前的现在的话应该也是可以的您一定要有护照那么你不需要离开墨西哥就可以办理然后支付这个移民费范围的话是300到700美元之间然后这个经济状况证明是不需要的然后就是这样的下面的话说这个移民局此时可能会可能会也可能不会采集您的照片或指纹他是这样子的，他这有2次访问就是第一次的话是他有简单的问题，他说为什么让你的这个过期了你为什么想成为墨西哥居民这个第一次问题第二次的话是把文件带过去与这个什么办公室移民官见面有一个西班牙语的面试他们会同样问简单的问题还是简单的问题但是呢西班牙语的话可能会找个翻译之类的那么这边还有说明就是说你这个临时居民卡拿到之后比如说拿到4年之后到期了你想获得这个永久居民身份怎么弄如果说您想获得永久居民身份，您将被要求前往墨西哥领事馆并开始永久居民身份的手续，并提供您当前的收入和银行存款的证明。如果您没有所需的财务记录，您将无法继续，并需要返回到 FM 签证那么说白就是说你这个临时居留卡拿到之后呢你4年之后是正常的话应该是可以转正到永久居民的如果说你要转正的话你必须要带上这个收入跟那个银行存款证明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网页呢，其实是墨西哥的一个官方网站啊。这官方网站的话是一个官方说明啊。它这个呢网页的话，它全部是西班牙语的啊。它这边网页的话，它是不自带翻译的。然后我把它翻译一下啊，翻译有些不准确啊，我们可能要通过汉语跟那个英语双进行啊。然后我们先看翻译成中文。好，我现在翻译成功了。它就是说，是国家移民局的网站啊，逾期的文件或未经授权的活动的正规化啊，就是说明的就是这个程序的话，就是一个逾期啊，把你逾期的正规化啊，允许外国人通过持有过期的文件或从事与其移民文件授权的活动不同的活动来规范其移民身份。说白了就是个大赦嘛啊，因为你这个身份过期了嘛，然后把你变成正规化啊，然后呢？必要文件啊，它这边有步骤啊，哪些东西啊，很简单啊。第一个呢，填个表格啊，这表格的话呢，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个表格的话是这样子的，它这个有网站啊，这边的话填表啊，我这边看不懂这个西班牙语啊，我就不弄了啊。大家如果说需要填写的话，最好找一个懂西班牙语的帮你啊，应该是这个东西啊，我看图标看出来了。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页面啊，那么它是要填个这个是原始文件啊，就说白了就是这个操作啊。第二个就是它这个要说明它的就是认罪啊，怎么说呢？就任务你要就是说明理由啊，为什么要去违反他们的规则啊？为什么要逾期啊？那么它一个表格啊，表格打开的话是一个 PDF 表格啊，是这样的一个表格啊，这样的表格其实也是西班牙语的啊。然后我已经帮它翻译好了，我们看一下啊，那就是主题啊，由于文件过期而进行正规化啊，移民国家局啊什么东西的啊，然后什么谁啊在哪里啊，然后呢？根据联邦刑法典什么第2条，我恳请法庭啊，我的移民情况合法化啊，就让他移民啊正常化。我再抗议一下啊，就是说出真相啊，就什么的啊，你要说个理由啊，然后呢，为什么这样子逾期了啊？那么我要求我的移民文件啊被授权几年啊，提前知道什么，我必须提前知道，由于文件过期，我必须支付权利什么就是付钱嘛啊，说白了就是那个付钱啊，还有罚款嘛。然后呢，就这些东西啊，然后就是，这表格是一样的啊，感觉你看啊，这签字就上新了啊，就是说明个理由书啊，然后我们再返回啊，这里看其他的话就是护照啊，这个必须要有嘛然后呢，这个配额的话，就费用证明什么七八八的，就是这种就是付钱啊，就是罚款这个也是罚款啊，然后呢。FM 就是这个入境卡啊，入境卡你要必须保存好啊。还有就罚款证明啊，就是费用啊，跟移民费跟那个罚款啊，然后加起来都要$700左右啊。下面的话这种我翻译不是很准确啊，我也不太看了啊。然后下面的话就是一个费用费用的话这边翻译的话不是很准确啊，100万美元你可以把它想成比索比索的话是100比索的话大概是35人民币啊，你这样去计算啊，就是你要算人民币的话，就是把它除以3啊。比如说那个临时居民那个4年的它是11488比索啊，那么除以大概算下来的话，是我换算过了是3900多人民币啊。反正呢，就是加起来的话，大概就$700左右啊。如果说你还要请个人的话，那就$1000左右嘛能完成了。那么我现在说说看怎么去墨西哥啊。那么首先的话，我都是找到官方的权威说明啊。那么首先这个网站呢是一个驻上海领事馆的一个网站然后它这边有个签证那么我们可以看旅游签证那么点开来他说一个询问如果你持有有效的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申根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或者哥伦比亚、智利秘鲁的永久居留嘛后面的话绿卡但获得人很少前面这些国家的签证我们容易获得然后比如说我们点有比如说像我自己我就有这个前面3个签证，前面4个我都有签证然后你不需要墨西哥申请墨西哥签证就是你这个有免签资格那么它原文是这样子的从2016年5月18日起持有效的美国签证、英国签证、加拿大签证、日本签证还有申根签证、英国签证这个英国签证然后呢，以及或者标注什么墨西哥的 APEC 卡那个且非劳务访问只能去旅游外国人可直接前往墨西哥。您只需在入境时出示您的护照及有效签证所以说这个去墨西哥吧，我看到也很多人说墨西哥即使你有这种签证的话，它不太容易让你入关因为这样子的签证的话本身的话它是允许你登机上飞机，然后靠近口岸靠近口岸只能靠近口岸权利它没有说一定会让你入境就好像很多人当年去济州岛
济州岛是免签资格嘛？济州岛免签的话，那我护照过去好像就很容易入境啊。其实不是的，他还是会审查的，问你来干嘛，待多少天啊，大概情况问一下的，你几个人来，有没有朋友啊，有没有什么关系啊？当时我就被问了很多问题啊，然后呢，就是说最后让你入不入境，其实看当地的这移民局官员的啊。所以说，你如果真的有这些签证，你要去的话，你最好准备好这些旅游的相应合理的理由啊，因为你要看怎么想去哪里玩啊，你要做好准备啊。而且呢，旅游签证过去的话啊，你相应的要做好酒店的住宿证明啊，以及回程机票啊，这些的话我视频下方的话我说明过很多了啊，有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啊。何况的话，他给你批的签证是逗留期的话，可能给你180天啊，所以说你这个3个月、6个月的话，你可能要麻烦点啊。当然的话，你可以有办法的话，可以向他申请缩短一下这个时间啊。那么还有 FM 卡的话，你要这样注意啊，不能一定要保存好，不是说不能过期，你一定要让它过期之后，然后你再去申请啊。然后呢，这边的话，它没有说明这个单次还是多次签证啊。其实我这边又看到一个材料啊，这个也是它官网的啊，上海领事馆的。它其实呢，它这边说明了啊，持有以下任意国家的有效签证者啊，多次入境啊，这边说明了啊，非过境签证啊，过境签证是不行的啊。美国、日本啊，这个英国啊，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是英国，然后或任何的申根国家啊。那么这里有个问题，什么呢？问题呢？前面3个国家啊都很简单啊，那么任何申根国家签证啊，申根国家签证有点问题啊，为什么呢？申根国家签证的话，它首次你去签的话，它可能会给你单次签证啊，这是个很麻烦的问题啊，因为申根国家签证规则是比较复杂的啊，所以说呢，如果说真要去的话，我觉得这个日本签证是最稳妥的啊。那当时美国签证呢更好了啊，美国签证的话，基本上入关的这概率是很大的啊，因为他就不太会担心这个人啊通过墨西哥啊非法去北上去美国啊，因为这种情况很多会发生啊，人在墨西哥心在美利坚这种情况很多会发生啊，那么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在这里吧。